耳朵长时间不清洁可能会有发痒的感觉，但如果耳朵很干净却总是感觉到痒，就可能是暗示3个问题了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，外耳道炎。如果耳朵不小心进水了，就容易降低耳道的抵抗力，这时如果掏耳朵，很容易弄伤外耳道，导致外耳道炎。这时呢，耳朵就会有瘙痒疼痛的感觉。第二个，螨虫。在我们的床单、枕头上很容易产生螨虫，如果进入耳朵中，也会导致耳朵发痒，所以要多注意。第3个，上火。如果饮食不规律，经常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就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。上火也可能会引起耳朵瘙痒，这时就要注意调整饮食了。所以当耳痒的时候，要找对原因，不要盲目的去掏耳朵。频繁掏耳朵会给耳道造成损伤，对健康不利。还有洗澡、游泳的时候要注意，尽量不要让水进入耳朵，以免给耳朵造成伤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阳气不足，那阳气不足会使免疫力降低，影响健康。那生活中有2件损阳的事儿，大家尽量少做。第一，久坐不动。长时间坐着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，使阳气损耗，所以呢要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第二个，熬夜。如果总熬夜会影响阳气的收敛，如果阳气得不到补充，那么人就会出现阳气不足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保持体内阳气充沛呢？不妨在秋冬常做2件事：多泡脚。泡脚呢，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刺激脚底的涌泉穴。那涌泉穴有提升身体阳气的作用。多晒太阳，在太阳充足的时候，大家多晒一晒后背，也能够帮助补充阳气。大家呢可以经常做食物不要再吃了，含有很高的甲醛，赶紧告诉家里人。第一种，娃娃菜。娃娃菜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尤其是在涮火锅的时候。娃娃菜虽然好吃，但是它的保鲜时间非常短，所以很多商家为了增加保质期和它的新鲜度，往往会喷洒一些甲醛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之后再吃。但是呢，被甲醛喷洒过的娃娃菜，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。第二种，粉条。粉条也是家里做菜经常会用到的。那生活中我们吃到的白色粉条，很多商家为了让它看起来更有光泽和增加保质期，也会在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甲醛。如果大家吃到了不合格的粉条，很可能会摄入过多甲醛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尽量少吃。甲醛的危害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，尽量少吃上面这2种食物，可以多吃一些符合时令的食物，这样才能让身体远离生不如意10之8九。那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功的变成了炸药包，那沾一丁点火星就可能会爆发。可是呢，这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也会给我们的甲状腺造成伤害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生活中有哪些坏习惯会伤害到甲状腺吧。第一个就是经常生气了。那生气会使内分泌紊乱，甲状腺激素呢分泌过多，影响甲状腺健康。第二个是长期不吃含碘食物。那加碘食物不吃不行，吃太多也不行。如果缺乏碘元素，甲状腺激素呢不能够正常分泌，那么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最后一个就是长期熬夜了。熬夜作息不规律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各种激素正常分泌，时间长了对甲状腺也会带来影响的。所以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你一个澡。很多人认为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洗洗就得了。其实洗澡也是有讲究的哦，尤其呢是洗澡的时间，要尽量的避开下面这3个时间。第一个，运动完之后。运动完后我们的毛孔呢是处于打开状态的，如果着急去洗澡，很容易呢让湿气进入身体，不利于健康。所以大家运动完可以呢先休息半小时，然后再去洗澡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后，这个时间也是不适合洗澡的，因为早上温度呢比较低，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让湿寒之气趁虚而入，所以大家也要尽量的避开。最后一个，晚上10点以后，那这个时间温度也是很低的，而且身体的阳气也处于下降状态。如果洗澡容易赶跑体内阳气，让湿寒之气有机可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不管男女，洗澡的时候尽量避开上面这3个时间。秋天了，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呢，这一早一晚，哎呀，太冷了。
可不是咋的，现在太冷了。木子，你说我这2天胃哈不咋好呢，咋办呢？进入深秋了，我们的胃也容易受寒冷刺激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3种瓜，经常吃可以帮助养胃护胃、降火去燥哦。苦瓜性寒，有很好的去火作用，而且苦瓜中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可以帮助美白养颜。南瓜中含有的果胶呢，可以帮助保护胃黏膜。那深秋以后多吃点南瓜，有助促进消化和吸收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丝瓜含有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养胃，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。那经常吃呢，会发现皮肤越来越好哦。那上面的这3种瓜你爱吃吗？大家不妨经常吃一吃吧。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。经常喝水可以帮助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有助于垃圾和毒素的排出，对身体有很多好处。但是呢，喝水并不是随便喝就可以了。下面的这2种喝法，比熬夜还催人老，快看看你有没有。第一种，用饮料代替白开水。很多人会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，所以就会喝一些饮料或者是果汁，殊不知这样对身体会造成很大伤害。因为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分，如果长期用饮料代替白开水，身体摄入过多的糖分会加速身体快速老化，所以想要避免身体衰老，大家最好少喝饮料，多喝水。第二种，口渴了才喝水。很多人都有喝水少的习惯，只有等口渴了才会想起喝水。其实这样的喝水习惯对身体也有很大的伤害，因为当人口渴的时候，身体是处于极度缺水的状态，这时会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和正常运转，若水分不足也会加速身体衰老，对健康十分不利。上面这2个喝水的坏习惯，如果你也有的话，希望你尽量改正。平时喝水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，喝水时不要一次性喝得太多，或者是喝水太快，这样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。所以只有正确的喝水，才能够让身体越来越健康，也能够让你越来越年轻哦。我们的双腿是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所以呢，也是人体中最容易衰老的。所以想要身体好，就得好好的保养双腿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练腿的动作，最适合冬天做了。这个动作就是下蹲，那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方法呢也很简单。首先保持全身放松，2脚分开，略比肩宽，2脚脚尖朝外，然后慢慢的弯曲膝盖，直到大腿和地面平行，每次坚持5秒，再慢慢的起身。要注意整个过程从头到腰都要保持挺直，每天做30个以上。这个可以因人而异，循序渐进的做。这个下蹲动作呢，可以增强下肢的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和骨骼，延缓膝盖老化。每天坚持做，让你人老腿不老。很多人晚上睡不着就数羊，但是越数越精神。如果吃安眠药吧，时间长了对身体也不好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试试在睡觉前在枕边放一物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那就是茴香了。茴香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调味品，我们做菜的时候会用到。大家呢可能觉得茴香有点刺鼻子，其实只要你仔细的闻一闻，还是感觉很舒缓的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个小香囊，然后抓一把茴香放在里面，将口封住，放在枕头边上。因为茴香里含有茴香脑、茴香醛等成分，有很好的镇静安神作用，所以睡前闻一闻能促进睡眠，帮助提升睡眠质量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作用哦。大家可以胖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呢，胖的人是你。那有时候胖的人是你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就你胖。都说什么心宽体胖，可是呢，一想到自己的体重就郁闷。别郁闷了，试试下面这3种食物吧。燕麦含有粗纤维，每天呢当早餐吃，不仅不能发胖，还能够润肠通便，帮你减轻体重。西芹中含有大量的粗纤维和维生素，能够促进消化和吸收，帮助排便，让你体重减轻。白萝卜含有的粗纤维能促进肠胃蠕动，保持大便通畅，有排便瘦身的作用哦。这3种食物你们记住了吗？
希望啊能够帮你们尽快的瘦下去，达到人生的巅峰。得了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